欢迎来到一群营养师，给生活加点营养。减重成功之后啊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？是穿得下新买的裤子，还是有勇气去跟喜欢的人告白？又或是你真的更健康了吗？今天的影片跟你分享，在看过这么多减重成功的案例之后呢，我整理出减重成功之后必做的5件事。这么辛苦的减重下来了，当然要验收一下自己努力的成果啊。虽然每个人减重的原因都不一样，可能是想要穿得下喜欢的衣服，或者是想要让体力变得更好，又或者呢是让自己的体态更好、更迷人。不管你的原因是什么，那我们一定都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健康。所以减重成功的第一件事，建议你好好帮自己安排个全身身体检查，至少包含超音波和抽血检查，看看自己的内脏脂肪呢，以及血糖、胆固醇等等的代谢是否都正常。曾经碰过一个女生啊，很努力减了10几公斤，那没想到来到诊间的时候呢，才发现血液中的胆固醇还是超标。一问之下才知道啊，原来她很喜欢吃绞肉制品，例如像是水饺、馄饨、肉燥等等的加工食品。那这些食物呢，真的是胆固醇跟3酸甘油酯的大地雷。所以啊，透过检查才能发现自己有没有一些盲点，而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继续伤害身体的健康哦。延续刚刚上一点，透过检查呢，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需要修正的饮食。所以减重成功的第2件事，就是好好检视自己的饮食内容。检视自己的饮食内容呢，不是说要让你都不能吃不健康的食物，而是至少要掌握什么饮食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，以及吃不健康的食物有个合适的频率。例如有时候个案经常告诉我他不常吃炸物，结果一聊之下才发现啊，大概1个礼拜啊会吃2到3次，2到3次不是偶尔不常2到3次就是经常啊。如果你对频率有这样的误解，那太好了，刚好在这里跟你说明清楚。那另外一个要检视自己的饮食内容的原因是，有些人啊可能用的减重饮食是跟自己平常的饮食方式大不相同，所以蛮常看到啊，减重成功的人恢复到自己原本的饮食方式之后，就有复胖的情形发生。那通常的原因在于呢，个案原本的饮食内容啊，就是分量跟热量太多，才会导致一直变胖。所以减重成功之后啊，就没有所谓的恢复到自己原本的饮食习惯，因为就是旧的饮食习惯导致变胖的啊。所以既然都已经努力的减重下来了，趁这个机会好好学习一下聪明选择食物，以及自己该吃的饮食分量，这样一来就可以打败复胖的威胁啦。那另外啊，有一些人在减重的时候就已经吃得很健康了，譬如吃高纤淀粉，像是糙米啊、地瓜、南瓜等等，吃很多的蔬菜，还有吃鸡胸肉之类的，而且还适应得非常好，也打算用这样的饮食方式持续下去。那我观察啊，通常能够这样吃而达到减重成果的人呢，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很好养。那这些人呢，通常不是美食主义者，对吃的不太讲究。那这里所谓的不太讲究，不是说吃的很差哦，而是他们很能够接受食物的原味，简单烹调的食物能够填饱肚子即可。那这类的人呢，在减重成功之后呢，比较注意的就是食物的变化，因为能够长期吃差不多的食物啊，而导致食物的内容没什么变化，这样会让吃到的营养素被局限。所以建议可以常常变换不同的食材搭配。那如果是外食族的话呢，也可以变化用餐的店家，不要常常都吃同一家，这样身体得到的营养素能够更多元。这里的运动计划啊，不是说要等减重成功之后才开始运动，因为可能有些人啊是在减重过程中就有运动的习惯，又或者呢，其实就是靠运动瘦下来的。这里的运动计划呢，是建议呢依照自己当下的身体组成，看看自己的运动计划怎么搭配。常看到一些人啊，运动了好一阵子，但依旧抱怨体脂高，尤其是女生。那这时候呢，就可以好好看一下体组成，是体脂真的高呢，还是肌肉量太少，或者是其他的问题。找到原因跟方向之后呢，才能进一步调整运动计划。那我们常听到要增肌减脂，但实际要怎么安排我们的运动计划呢？是不是要找教练？训练课表怎么安排？那要怎么与饮食内容搭配？又或者在减重成功之后呢，要维持怎么样的运动频率，能让自己保有运动习惯，又不至于让自己在生活中觉得太辛苦而难以持续？这些问题呢，都值得在这个环节好好的思考看看。其实就跟饮食计划一样，好好的思考与计划，我们才能顺着这条路往下走，因为成功绝对不是偶然。
每次在诊间碰到减重非常多的人啊，都觉得非常的佩服。那我常常会好奇的询问，为什么以前体重会持续的攀峰，而决定减重呢，又是什么契机？透过这2个问题，找出自己失败及成功的原因，帮助自己在未来避免重复失败以及持续成功。你一定听过，减重是一辈子的事。这一辈子呢，我们可能经历过很多次的减重成功又复胖，不断的循环着，但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失败了。有一句话说，失败只是暂时停止成功。记得自己的减重初衷与契机，记得自己向往中的美好模样，也记得勇敢决定要再次减重的自己。我们也会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淬炼之中，变成更强大的自己。最后一个减重成功要做的事呢，是提前拟好停滞期以及维持期的策略。在减重过程中呢，10之8九会碰到停滞期，体重卡住下不去。那这时候的饮食跟运动该怎么调整？提前做好计划，才不会在碰到的时候不知所措，或是影响心情。而减重成功之后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维持了。维持不复胖啊，比减重更不容易。那代表啊，你得要长期持续的执行健康生活，考验的更多是意志力。那在维持期的时候呢，饮食怎么分配？譬如像是80-20健康饮食法则。那日常运动怎么安排？那聚餐外食啊，又或是年节饮食的时候怎么吃呢？因为我们都不可能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，所以提前思考接下来生活会发生的情景，并做好计划，先预备好，才不至于乱了阵脚。每在诊间碰到减重成功的人啊，我都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激赏。能够下定决心并达成目标的人很棒，不是吗？不管你是正在减重的路上，或是已经成功的胜利者，你都已经为自己的健康认真的努力了，请好好称赞自己。希望今天影片有帮到你，记得分享给需要的家人朋友，别忘了订阅给生活加营养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